家人们，房产圈又出大瓜了，豪宅教父黄奇森进去了。听这个名字，你可能有点陌生，但是提到大名鼎鼎的泰禾集团，想必大家都听说过吧？有没有观众老爷跟我一样买过他们家股票的？说起黄奇森，那也是个传奇人物，他可是福建闽清的首富，巅峰时期他们家族财富超过200亿，在福建地产界是首屈一指的大佬。就在2025年8月22号，泰禾集团突然官宣，实控人黄奇森因为涉嫌违法被留置了。这消息一传出，大家都惊掉了下巴。想当年，黄老板那可是风光无限，泰禾打造的院子系产品，凭借独特的定位与设计，逐渐成为国内豪宅市场的代表性符号，曾不乏成龙、章子怡等一线艺人的身影为其站台，进一步强化了其高端品牌的形象。从企业发展节奏来看，2013年至2017年是泰禾的黄金5年，在这短短5年间，公司凭借院子系的市场热度与扩张策略，完成了从年营收100亿到1000亿级别的跨越式发展，增长速度在同期地产企业中颇为突出。资本市场上，黄奇森的扩张野心同样显著。2017年，他公开提出泰禾将冲击2000亿元年销售额的目标，这一表态迅速点燃市场情绪，泰禾集团股价随之进入快速上升通道，涨幅一度达到300%，公司市值也攀升至500亿元的历史峰值。如今回望这一节点，不仅是泰禾与黄奇森个人事业的顶点，更被视作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分水岭。此后，国内多数城市的房价水平逐渐回落至2017年前后的区间，尤其在限价令政策推出后，市场曾出现短暂的购房热潮，不少购房者因担忧房价上涨急于入市。但从后续结果来看，近5年内入市的购房者多数陷入了高位，持有的困境只是资产缩水程度有所差异。正如购房者面临有价无市的难题，房地产企业也同样遭遇资产变现的困境。看似财务报表上100亿、1000亿规模的资产，咋就突然爆雷了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些资产甩不掉流动性枯竭，资金链一断，说垮就垮。2017年末的时候，泰禾的净负债率就飙升至473.4%了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好比你本来只有100块钱的家底，却欠了473块钱的债，这负债率高的简直让人咂舌啊！而同期其他房企的净负债率普遍也就100%左右。泰禾这可真是一骑绝尘啊！为了实现规模扩张，泰禾那是疯狂拿地囤地，钱不够怎么办？那就借呗。而且泰禾大量的资金来源于信托等非银行渠道，这融资成本可就高了去了，利息一度达到15%以上，这利息比抢钱还快。2020年3道红线政策一出台，你本来就欠了一屁股债，结果银行还不给你贷款了，你说你该怎么办？泰禾的产品定位也是一个大问题。泰禾主打高端住宅市场，像什么院子系列，那可是闻名遐迩啊。但是高端住宅这东西销售周期长啊，资金回笼速度慢，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奢侈品店，东西虽然贵，买的人少啊，毕竟全国的有钱人只占极少数，你说这资金能周转得过来吗？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一下泰禾和中诚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关系了。中诚建投是专门承揽泰禾旗下项目的公司，泰禾各地的院子都是中诚建投做的总包。过去几年，中诚建投一直被怀疑是黄奇森的马甲公司，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工程款套取现金。2020年初，泰禾向中诚建投预付了一笔55亿元的工程款，数额可太大了，远远超过了当时本应支付的工程款。结果呢，泰禾还不收手，继续给中诚建投追加预付工程款。截至2020年12月，预付工程款的数额已经达到了63.8亿。而按照工程进度，当时泰禾给中诚建投结算的金额应为15.58亿，这多付的钱去哪儿了呢？是不是很让人怀疑？更离谱的是，2020年底，泰禾全资子公司嘉兴坤裕、中诚建设私下签订协议，将泰禾欠嘉兴坤裕的69亿债权转让给了中诚建设。中诚建设原本应该归还泰禾63.8亿的预付工程款，结果被这69亿元债权抵消了。这下中诚建设不仅不用还给泰禾钱，泰禾还倒欠中诚建设5.2亿。这操作简直就是在玩魔术啊！把钱变来变去，最后泰禾的钱就这么没了。你说这泰禾能不爆雷吗？高负债、高杠杆，加上产品定位不合理，还有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和资金挪用问题，
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，最终在2020年一起爆炸了。黄奇孙出事的消息传出来后，泰禾高层连夜开了媒体沟通会。但是呢，泰禾还是那一套片儿汤话，一直在说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依旧正常，泰禾不会就此躺平之类的。但其实福建证监局早就对泰禾集团及黄奇森出具过警示函，提到泰禾集团的3个违规操作，其中一个就是未及时披露并表企业减资事项及其进展，这可就严重了。按照这个说法，泰禾和黄奇森可能涉及到非法转移上市公司资产。你说这泰禾连这种重要的事情都不披露，这不是把股民和投资者当傻子吗？泰禾暴雷之后，日子可不好过。2023年5月8日至6月2日期间，泰禾股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，每日收盘价均低于1元，这一情况直接触及深交所关于股票终止上市的规定。在这期间，泰禾也曾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稳定股价，比如发布积极的项目进展公告，宣称部分楼盘销售回暖，试图给市场注入信心。然而，这些举措并未阻挡股价下跌的趋势。投资者们对泰禾的未来失去信心，纷纷抛售股票，导致股价如同自由落体般下滑。最终，深交所于2023年7月28日下达关于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，宣告泰禾股票终止上市，并于8月4日正式摘牌。曾经在 A 股市场活跃的泰禾就此黯然退场。与此同时，闽系房产企业几乎都不好过。世茂把上海总部大楼世茂滨江大厦都卖了，这栋楼出租，租金1年都要5000万，现在为了还债，只能以8折价格甩卖。旭辉更惨，把杭州、苏州的10多个项目拆分成小股卖给其他房企，连自家的物业板块都减持了。荣幸正荣更直接，总部从上海搬回福建福州，办公室从1000平米的大平层换成了200平米的普通写字楼，员工也从1000多人裁到了300人。想想2016年那个疯狂的夏天，上海虹桥 CBD 的写字楼里到处都是福建老板的身影，那会儿的闽系房企简直像开了挂。荣幸花110亿拿下上海静安帝王，楼板价每平米10万加，当时业内都喊疯了。世茂直接租下虹桥某甲级写字楼，整层员工扩招到上千人，连前台小姑娘都穿着定制西装。泰禾更夸张，在虹桥搞了个院子级展示中心，装修的跟皇宫似的，接待客户用的茶都是几万1斤的武夷岩茶。为啥闽系房企那会儿这么横？说到底就一个字：敢。福建商人天生有爱拼才会赢的基因，放到房地产行业里就变成了敢借钱、敢拿地、敢扩张。有人会问，闽系房企这么能拼，咋就扛不住了？其实问题早藏在他们的固化的赚钱思维里，他们太依赖高杠杆加高周转，就像骑着自行车玩杂技，一旦失去平衡就会摔得很惨。他们太迷信帝王神话，以为只要拿了帝王，房价就会涨，结果遇到限价政策，帝王变成了地坑。其次就是家族式管理太严重，很多闽系房企都是老板一言堂，比如泰禾的黄奇森，公司的投资、融资决策几乎全靠他一个人拍板。2016年，他力主拿的几个帝王项目，后来全成了烫手山芋这种老板拍脑袋、员工背黑锅的模式。在市场好的时候能赚钱，市场一差就会出大问题。现在闽系房企的现状简直是冰火两重天，头部房企还在挣扎。旭辉2024年和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，把700亿境外债转成股票，相当于债转股，给债权人画大饼。虽然暂时缓解了压力，但股价暴跌95%，债权人拿到的股票几乎一文不值。世茂靠卖资产回笼了100多亿，勉强让几个烂尾楼复工，但业主们还是不买账，因为复工像挤牙膏，一天就来几个工人，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交房。中小闽系房企更惨，福盛、三盛这些曾经的百强房企，现在旗下项目全烂尾，老板要么被调查，要么跑路了。有供应商调侃，以前福建老板是爱拼才会赢，现在是爱跑才会赢，跑了就不用还债了。其实闽系房企的衰落不是偶然，而是中国房地产高杠杆时代结束的必然结果。以前房企靠借钱拿地、建房、卖房再借钱的循环就能赚钱，就像在跑步机上跑步，只要不停下来就能一直跑。但现在政策按下了暂停键，跑步机停了，那些跑得太快的房企自然会摔得很惨。爱拼才会赢，没错，但得会拼，不能瞎拼。
拿别人的钱、业主的血汗钱去赌房价上涨，早晚得输。但这事儿绝不是房企自己疼这么简单，整个经济都被这波急刹车带得晃了晃。房地产可不是孤立的行业，它就像一根超级产业链绳，一头拴着房企，另一头拴着建材、装修、家电，甚至农民工就业，中间还串着设计监理中介。可以说，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产业链有房地产行业这么长。现在房企这头摔了，整条链都跟着卡壳。先看上游的建材行业，以前房企疯狂拿地建房，水泥、钢铁、玻璃的需求跟做火箭似的。2019年，光是房企买水泥占了全国水泥销量的 35%。可自从高杠杆停了，房企不敢拿地，工地停工，建材厂直接断了粮。我老家县城有个水泥厂，2021年还天天加班生产，2023年就裁员一半。老板说，以前给房企供水泥账期3个月，现在房企要么不订货，要么账期拖1年，实在扛不住。还有钢铁厂，2024年房地产用钢量同比降了 18%， 不少小钢厂直接关了门，连带着给钢厂送煤的运输队、修设备的师傅都没了活干。再看下游的装修和家电，以前买了新房，大家总得装个修，买套新家电吧。2020年之前，房地产销售好的时候，家电行业里地产配套家电能占总销量的 25%， 可现在呢？烂尾楼一多，业主要么收不到房，要么不敢装修，结果就是2024年装修公司倒闭，数量同比涨了 22%。家电卖场里新房家电套餐的销量直接砍半。最惨的还是农民工兄弟，全国大概有5000万农民工靠房地产吃饭，要么在工地砌墙，要么给楼盘做绿化。现在工地停工，很多人只能回农村种地。这些房企以前之所以能疯狂借钱，靠的是银行信托债券、市场输血。现在高杠杆时代结束，金融机构怕房企还不上钱，直接关了水龙头。可这一关不仅房企渴，连正常的企业也跟着缺水，先看银行。2020年3道红线出来前，银行给房企的贷款占了对公贷款的 20% 还多，相当于银行每放5块钱对公贷款，就有1块钱给了房企。可自从恒大、泰禾这些房企暴雷，银行的房地产坏账率蹭蹭涨。2024年银行业房地产不良贷款率到了 3.8%， 比2019年翻了1倍还多。为了控制风险，银行现在对房企贷款能不批就不批，甚至连给房企做按揭的房贷都查得更严。以前买2套房首付可能 40%， 现在有些城市直接提到 60%， 还得查你收入流水够不够还30年贷款。更麻烦的是，连带效应银行怕房地产风险扩散，连带着对上下游企业也息贷，比如给房企供钢筋的建材厂，以前能凭订单从银行贷到款周转，现在银行一看你客户是房企，直接说风险太高不贷。不过好在政策也在防风险，比如让4大 AMC 接手房企的烂账。2024年 AMC 收了554亿泰禾的债权，虽然回收率不到 20%， 但至少没让银行坏账彻底爆掉，就像给感冒的人吃退烧药，虽然不能立刻好，但能避免烧得更严重。最后对买了房的人来说，要么买了烂尾楼，要么房子贬值。先说说烂尾楼的杀伤力。截至2024年，全国大概有300万套烂尾楼，背后是300万个家庭，他们花了一辈子积蓄付首付，每个月还得还房贷，可房子却住不上。再说说房子贬值的影响，以前大家觉得买房能保值，现在很多城市房价跌了。2024年3、4线城市房价平均跌了 15%， 有些小区甚至跌了 30%， 比如我老家的小区，2020年最高卖 1.2 万平，现在5000都卖不出去。有个邻居2020年花120万买了100平的房子，现在只值80万，这几年的贷款和装修亏了，得有60-70万，直接几年的搬摆上，现在哪敢花钱？居民消费一缩，整个经济就少了发动机。要知道，消费占中国 GDP 的 60% 左右，要是大家都不敢花钱，不过别慌，跑步机停了也是换条路跑的机会。虽然短期冲击疼，但咱也得看到高杠杆时代结束不是坏事，反而逼着首房适合经济换个活法。比如房企开始去杠杆，从拼规模变成拼品质。以前房企盖房子只求快，现在开始做高品质改善房，反而卖得不错。还有政策在补短板，比如建保障房、搞城中村改造，帮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。城中村改造也拉动了建材装修需求。对居民来说，以后买房也不用赌房价涨了，
住房不炒这句话喊了这么多年，也算是真正落实下来了。现在很多房企为了卖房，不仅降价，还承诺保交楼，甚至送装修、送车位，比以前买贵了还烂尾强多了。评论区说说你的经历，咱一起聊聊怎么在这波转型里保护好自己的钱包。